我的妈！今天这个故事直接把我 CPU 都干烧了。开局就是一位叫林星辰的数学天才，马上就要攻克一个啥子 X 猜想的世界难题。你听听这旁白的口气，什么推动数学界，带动物理计算机，造福全人类。我直接好家伙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要在自家后院手搓核聚变了。强烈建议诺贝尔奖委员会连夜给他排队发奖。结果就在这临门一脚的节骨眼上，我们的天才姐一个致命空大，直接在研究室门口晕了过去。等他再醒过来，经典韩剧三件套之失忆他就来了。我是谁？我在哪？这逆天台词一出，我就晓得这剧的智商高地算是彻底失手了。这个 debuff 一上就是20年，你敢信？整整20年啊！一个能造福全人类的顶级大脑，就这么人间蒸发了。研究院找了3天就没下文了，这安保系统还不如我们小区门口的保安大爷。20年后，话锋一转，我们的天才姐现在叫林晓，成了一位在学校里扫地的单亲妈妈。她女儿李雪还是个学霸。这剧情走向，我只能说是典型的外网文照进现实。古有扫地僧，今有我小姐。你以为她在拖地？不，她在计算宇宙的熵增。这天，女儿小雪为了数学竞赛的压轴题愁眉苦脸。我们小姐凑过去一看，轻描淡写的说：“让妈看看。”小雪还一脸嫌弃，说我们数学老师都解半天呢。我哭死，她哪晓得，她眼前的不是她妈，是行走的数学外挂啊！果不其然，小姐3下5除2，用一个什么变量代换，就把题给秒了。面对女儿的震惊，她给出的解释是在教室扫地扫多了，听都听会了。我特么也惊呆了，这理由堪称身临其境。建议全国的保洁阿姨都去清华北大扫地，不出3年，个个都能上台讲黎曼猜想。好家伙，高潮来了！女儿小雪拿着老妈亲传的论文去参加比赛，直接技惊四座，眼看就要被学界泰斗陈老收为关门弟子了。就在这时，经典恶毒女配苏雨晴跳了出来，当众指控小雪的论文是抄袭。抄的谁呢？正是20年前失踪的天才林星辰。我直接绷不住了，年度最离谱大戏我抄我自己正式上演。接下来的一幕直接震撼我一整年。这群所谓的教授、院长和高材生，智商集体下线，跟菜市场抢鸡蛋的大妈没啥两样。一听说抄袭，连调查都懒得调查，当场就对小雪开始了网络暴力现实版。校长更是个绝子，二话不说，直接开大，宣布立即开除小雪。这操作比打 Apex 看见倒地的人就疯狂补刀还利索。就在小雪百口莫辩，快要被保安拖出去的时候，我们小姐穿着保洁服冲了进来。反派们一看更来劲了，什么龙生龙，凤生凤，清洁工的女儿能有什么出息？各种职业歧视的下头言论张口就来。苏雨晴他妈更是重量级，上去就要扇小雪耳光，结果被小姐一巴掌给拦了回去。这下可捅了马蜂窝，这帮人渣居然想按着小姐的头去擦黑板上的学术垃圾，我的头快要裂开了。这是高等学府还是黑社会堂口啊？为了证明女儿清白，也可能是被这帮人的愚蠢给气到了，小姐决定接受挑战，当场解答那个所谓的 X 猜想。我的妈，这剧情我只能说逆天。为了证明你没偷电瓶车，你得现场给我手搓一个航母出来，逻辑简直完美闭环。于是穿着保洁服的小姐走上讲台，拿起粉笔刷刷刷的开始板书。台下的反派们还在嘲笑她写的是鬼画符，有个哥们甚至放话，他要是能解出来就把书给吃了。小伙伴们可以把坐等吃书打在弹幕上。然而几个真正懂行的教授已经看傻了，这思路这逻辑怎么跟传说中的林星辰一模一样？就在反派们准备再次动手羞辱小姐时，终极救兵陈老终于赶到。他一眼就看到了黑板上的公式，虽然被擦掉了一半，但那熟悉的字迹和超前的思路让他浑身一震。此时反派们还在旁边煽风点火，说这是一个保洁在乱写乱画。陈老抬头一看，目光或小姐对上，记忆的碎片开始闪回，20年前的画面涌入脑海。星辰，是你吗？星辰！一声星辰如同平地惊雷，直接把全场反派炸得外焦里嫩。校长懵了，苏雨晴和他妈更是脸色煞白，表情比调色盘还精彩。他们怎么也想不通，这个他们百般羞辱的清洁工，竟然就是他们奉为神明的学界传奇。好家伙，这才是真正的神级爽文剧情，
前一秒还在被人踩在脚下，下一秒直接原地飞升变龙王。就问你们，这波当面打脸，爽不爽就完了。